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被人称为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诞生啊，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方便。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家庭主妇吧，想要买一点日常生活用品，有的时候并不知道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不好。除了这个电视媒体的广告以外呢，可能很多人选择上网看一看呢，这里边论坛里发的帖子，大家对这个产品呢是怎么认识的，它的质量如何。很多人选择在网上来看这个反应。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听说某一种食品呢出了安全问题，但是只是听说，没在这个公众媒体上见住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往往选择上网搜一搜，看看对这个食品的一些负面评价有没有啊，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由此来甄别一下，来判断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可是就在最近这几年呢，大概有这么3-4年，我们在互联网上发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比方说，每个人都在谈论某种食品出问题，你到网上找没有负面信息，都是好的信息。比方说，我想拔牙，但我不知道我这个周边呢哪个诊所好，我上网一搜呢，关于拔牙，先出来这页面里边有那么7-8家诊所，你说随便选一个吧，评价很好的，到那一看呢，手艺还不行，还宰人。这怎么这样的能跑到互联网搜索前几页去呢？这种情况，我相信咱们收看节目的每一位经常使用互联网的观众朋友都会有体会。就是有的时候网上得来的信息不见得准确，有时候你想知道的事也发生的事在网上没有，被屏蔽了。也就是说，有些信息被有意无意的删掉了，有些信息被有意无意的重组、优化、改装、改良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社会现在存在的，在互联网这行业之内，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黑链条，就是以3贴优化组合，以这个名义进行的网络公关。这样的公司啊，没有那种傻的说明边就叫网络公关，都打着什么企业广告策划呀这些名义，但其实呢是跟各个网站呢、论坛呢、搜索引擎打交道，把不利于某个企业，也就是他的客户这些不好的信息给屏蔽了，把利于他的给优化上来。比方说，你这一搜索前几页都是关于这企业好的，或者一搜索相关行业，马上这个企业先能搁到前面。这样的话，它的流量就会非常非常大，现实当中也就等于赚到钱了。那么这个利益黑链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准确说呀，2003年以前还真没有多少人注意网络上那些负面信息，大伙更多的注意报纸啊、电视台啊、电台啊，要有负面消息，那大家口耳相传说那个东西不能买了，那企业你信不哪个信息是假的，是这种情况。2003年以后呢，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就有的企业发现了网上的信息呢影响了一些年轻人的购买力，因为那个时候上网更多的是年轻人。现在我们看中年人、老年人，有不少老年人还上网偷菜呢。也就是说，这互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当时呢，一些企业面对一些年轻人的时候，他发现呢，网上发对这个企业不利的信息，他们销售有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企业琢磨我怎么跟网站打交道，把这负面信息帖子给我删掉。他们怎么办呢？就找一些跟这些网站熟的人，这些人在中间呢给介绍一下，双方吃个饭呢，或者行贿送点礼什么的。当时就是以人情为主，个人行为，基本是网站哪个熟人跟外边的能联系上，然后就把这帖子给删掉了。到2005年事情发生变化，因为2005年以后啊，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原先比方说搜索引擎，在2005年之前呢，我们会经常看到呢一些小论坛上的信息你搜不到，搜索引擎功能没那么强大，而且好多这个媒体上门户网站上的新闻，你比方说新浪、搜狐的页面新闻，这一页面能有多少条？30-40条新闻，大量的一些海量信息呢，在它的媒体库里边，你得又点击，然后又打开才能找到。
那么有些负面新闻裹到这里头呢，也没人注意。可是搜索引擎越来越强大，你只要把关键词搁进去之后，那些负面信息在网上各个角落、小论坛里、媒体库里全能搜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企业注意了，必须得攻关搜索引擎，而且跟各个网站都得打好这种招呼才行。所以2005年以后，有一些中小企业就开始固定的通过有组织的广告公司跟各个网站联系，能把我这负面信息能删掉就删掉。那么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多人说坏了，这搜索引擎不可信，他把我想知道的负面信息都给屏蔽了。结果曾经有一度2006年前后呢，大家对互联网里的信息有一阵不怎么相信，所以这个行业面临危机的时候呢，互联网行业内也有自律，说咱可里头不能养一些蛀虫啊，咱们这网管呢，什么这个级别的编辑啊，什么主编呢，他凭着个人人情随便删帖子，这不行。所以当时网络内部展开了一次等于是整风运动，就是说不允许个人私自删帖子，要发现开除。在那个之后呢，就等于对中小企业这种公关行为给关闭了。可是接下来不得了了，因为网络影响越来越大，搜索功能越来越强大，现在变成了一种正式的代理，就出现了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诸多的网络公关公司，对外都打着什么广告策划名义，他们以公对公的形式，我不再找你私人了，找私人这边风险大，我直接跟你网站联系。比方说这个事你给我弄成了，我给你网站人多少钱，但这也是一种行贿。还有一种方式呢，你把这个企业的帖子给我删掉了，我让这企业给你投放广告，等于用广告来交换你的一种公关保护。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呢，使大量的删帖公司冒出来了。最鼎盛时候，光北京这种干删帖业务的公司恐怕就有好几百家。记者首先在网络上进行了搜索，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删帖公司之后，可以搜索到103万条相关的信息。记者通过电话和 QQ 找到了2家删帖公司，并以客户的身份跟他们进行了联络。记者从北京这家网络公司的报价单上看到，每条帖子的价格都不一样。根据公关的难易程度，这些删帖的费用最低要2000元一条，而价格高的达到了每条5000元。深圳所能公关公司的业务员告诉记者，这些帖子都是要删除原文的，所以他们只是在公关费用上稍加一点利润，大部分的钱是用来公关网站的内部人员。这些人呢，跟各个网站跟各个论坛关系都很熟，等于充当了企业和网站论坛之间的呛客，他在中间收取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怎么收呢？它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有白的有黑的。什么叫白的费用呢？就我们一般说的代理费，它有这么几招。比方说了，你这个企业说你找公关公司，说我这网站登了我的负面消息，一般来说这个公关公司先会跟这企业说，这消息是不是假的，你们得证明它是假的，拿你的身份证号企业盖章证明材料，我拿着你这材料给你送到网站，你看看这信息是假的，希望你们能删除掉。也就是说以正式的可考的证据来证明这是负面信息、假信息，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和这个略有不同，就是说呢，我把网上的信息搜了一遍之后呢，你这个虽然小信息没有了，就各个网站里头说你不好没有了，搜索引擎呢还在，那么呢，我们再把这些凿实了以后呢，再到搜索引擎这申请，说那你看都假信息，人的根上都没了，你这应该给删掉，这样搜索引擎启动服务器之后，服务器以后这个就没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客户，我在论坛里发个帖子，我某某那个产品不合格，假冒伪劣，这个往往影响很大。删除这样的帖子，从正面讲应该怎么办呢？赶紧跟发帖的人联系，我网络公关公司通过 ID 地址找到，然后这作者一协商把这帖子人自个儿撤了。
这个能起到公关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呢，比方说是广播电视报纸这些媒体发的信息已经报道出来了，那么就得先公关到广播电视报纸相关媒体，让他们说这个信息事实有误，这样网站就不予转载了。所以从白的角度讲，能见得着光的网络公关公司干的是这些事儿，反正最后出的都是可考的证据，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挣的钱什么钱？就代理费，我替你忙活，挣个辛苦钱。当然，如果要是就这个辛苦钱，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家网络公关公司，更多的挣的黑钱。什么黑钱呢？就是确实这个企业有毛病，他要想删这个贴怎么办？这个时候网络公关公司才是大显身手挣钱的时候。这个黑钱那可以说就相当多了。一般来说，删一个帖子论坛里边说这个企业各方不行了，可能费用得2000到3000之间。你要这只是光一个论坛的，其他论坛的或者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搜索引擎你都得公关呢，这笔费用很可观。那么这笔费用里边呢，应该说只是给这些网站和这些搜索引擎的，相应的他们这个费用可能把这个费用再乘以2是他们挣的钱，所以这个钱挣的比较黑。曾经有一度啊，我们还有大量的网络公关公司的人员呢，在 QQ 里边 MSN 里给这个各个网络的管理人员发信息，意思你给我个账号干啥呢？我留着，你这边呢给我删一个帖子，我钱马上就打过来。当然有的网站人并不在乎你不讲诚信，我真给你删了，你不给我打钱，回头我能把删帖再恢复了，这功能就这么强大。那么前面我们说了，你跟各个网站搞各种公关，这是管用的。可是现在搜索引擎这么强大，如果搜索引擎还继续有些比方说网页快照了之类存在，你这负面新闻也跑不了。所以公关来公关去，尤其一些企业最终要公关的目的就是搜索引擎。那么对于这种网页屏蔽这种现象，越是大企业对网络信息公平危害越大。为什么呢？这些大企业跟我们前面说小企业不一样，它有充足的资金，而且人家这个公关不是说出了事儿我才公关。我之前给你网站，比方我投放500万广告，但我有个要求，你这网站必须得保证，只要是我这负面信息，你都给我删掉。就他已经跟网站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这个时候网站呢，不仅能给他删负面信息，还能把对他有利的信息呢给推到主页面去，给推到前面去。那么这样的大企业呢，还分成2类，一类是国有垄断企业，你比方中石油、中石化，这类企业不在乎你说它服务质量差，反正它垄断，你再说差你得到我这儿来。他们在乎什么呢？就某一位高官可能出现贪污情况、腐败情况，或者行业内边有些利益分配不均，他怕这事儿出来，注意这个负面新闻。那么还有一类呢，不是垄断型的，你比方说房地产呐、汽车呀、什么牛奶、食品的这个行业，这些企业害怕出现说我产品质量不行啊，他们往往对大的搜索引擎、对各个网站公关力度非常大，我一出几百万，等于我用广告买你这个，这叫公关保护。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会想起来，2008年的时候出过几个有意思的事儿。当然第一件事呢是由3鹿奶粉引起的，3鹿奶粉把不少的儿童啊弄出肾结石来了。这个消息刚开始社会有人知道的时候，在2008年9月份，在互联网上被泄露出了一个文件，什么文件呢？叫关于3鹿奶粉公关方案的建议。据说这是某个公关公司给3鹿奶粉在出了肾结石事件之后的一个公关方案。这个方案就把百度卷进去了。这方案怎么说呢？说现在啊，这个百度啊和这个蒙牛、伊利、汇源这3家有公关保护协议啊，他们至少投放500万以上广告，然后负面信息都删掉，正面都留下。他眼下呢，已经3鹿出了肾结石这个事件了。如果这个事百度拿负面新闻要钱的话，恐怕你投500万都不够。应该尽早趁这事没扩散的时候，花300万跟百度签订好公关保护协议，我作为你广告投放客户，这不能更省钱吗？当然这个事在网上披露的时候，百度马上陷入到这个洪水的漩涡当中。百度是不承认，没这事，我没干过，没有这回事。
可是仅仅隔了2个月，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份所谓百度营销部门出的一些营销策划书，而且这个后来在长江商报上还发表了。这策划书里说了，我们百度营销体现了几个原则，有公关保护，再一个这个正面信息引导优化。是什么意思呢？公关保护就是你负面新闻出来，我百度搜索我让你屏蔽，没有。正面引导是什么呢？我只要一搜索，比方说我这个企业，比方你把会员2字输进去，头10几页全是正面信息，就是我只要想知道会员这企业怎么回事，我看到的都是好话。哎，这个叫舆论的正面引导。这个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11月份的时候，2008年报道了百度的竞价排名，引起轩然大波，说你这企业多给我钱，我就把你搜索排到前头去，你不给我钱，我就往后排。由于在网络上购买了假药的消费投诉居高不下，从去年开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违法网络售药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公布了可在网上进行非处方药品销售的网站，其余均为非法网站。但记者仍在百度搜索引擎上搜索到大量宣称有特效治疗癌症等病症的药品网站，并且这些药品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取得国家药准字号，一些夸大其词甚至虚假的药品医院信息，正是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提供的竞价排名达到推广的目的。特别是号称治疗各种癌症性病的医院、药品网站，他们或者编造专家简历，或者售卖假药，受骗的消费者轻则白白花钱，重则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当时百度深陷这种丑闻，百度后来说我们取消竞价排名了。饱受争议的百度竞价排名系统即将关闭，这是昨天百度公布第3季度财报时，百度 CEO 李彦宏宣布的消息。借着第3季度营收同比上涨近40%的东风，李彦宏说，他将在今年12月1日起彻底关闭竞价排名系统，所有的广告都将转到新的蜂巢系统。百度的竞价排名一直是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同时也因搜索结果与广告混淆而饱受争议。而新的蜂巢系统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广告与搜索结果分离，解决了竞价排名所存在的争议。竞价排名是什么呢？哪怕你是个挺次的企业，你多给百度钱，比方我前面说了拔牙，这个诊所不怎么地，我多给百度钱了，结果你在网上一搜什么，比方说在北京地区拔牙好的诊所，砰，他先出来了，都是好词儿，你到那去就上当了，服务还差，也收钱收的贵，这叫竞价排名，这明显是违背了互联网公平，也违背了媒体这种公平正义。所以后来百度说我们不干这个了，认错道歉。可是比较滑稽是，你现在在百度上，我给大伙说，你输入4个字叫百度推广，你查查第一个页面是什么？百度就说了，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手段呢，给你进行商业策划、公关推广。我们说这种商业策划、公关推广一定是有倾向性的，你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应该是公平公正的。这种倾向性进去就说明什么？虽然百度不承认它有竞价排名了，可是它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安排，金钱对这种排名的影响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这个事儿到现在来看呢，恐怕我们对很多家网站是不能持这种相信态度。就像有一些平面媒体，包括报纸啊、广播啊、电视啊，它也可能存在有偿新闻，也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就是按下不发这种情况。但现在我们看呢，互联网由于渗透面更加广泛，信息是海量的，它操作起来这方面的危害就更大。原先很多人以为说我发了个你什么负面新闻，这是对你的一种这个不支持，你要公关。现在看把这些屏蔽掉，这是更大的一种支持。所以眼下好多大的企业呢，跟一些这个网络呀，包括这个搜索引擎都签订这种协议，公关保护。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往往越是强大一个企业，你很难在互联网上发现它的负面消息。当然我们说现在由于网站也众多，你要想把这些帖子彻底删干净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每个人在浏览网络的时候，他不够细到一天我搜索多少个网站找你负面消息。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要了解一个产品好坏，把这个企业的名称输进去，一看前面排名，哎呀都不错，说的都挺好，
你可能就相信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网上整天做个网虫是搜这些，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民意对你的这种商业选择影响就会特别特别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明白了吧？如果网络上给我们提供的不是说提供虚假信息，他就把有用信息给屏蔽掉，把真实信息屏蔽掉，那对我们生活是多大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点跟删帖子也有关系，有一些官方管的叫野网站，包括一些什么中国维权监督的网站，就是你发现反映地方政府一些负面新闻这帖子，他们不愿意往下删。就是说这些人应该说是互联网的良心，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地方政府搞公关，我不往下删。曾经就有这么一个事儿，那叫中国维权监督网，有一个负责人叫李新德，当时呢他发了一个咱们东北某个大城市政法委一位纪检组长贪赃枉法的事儿，结果这个城市的政法委来气了，你不服务器在北京吗？给北京公安局发了封公函，就说这个事儿是假的，你一定得给撤下来。同时把这公函呢也给李新德本人发了，李新德好就把这公函和这个前后经过都发在这个维权网上。到现在我们打开网络还能搜到这个，结果弄得很多地方政府吓得不敢给这个李新德公关了。我觉得这个倒是互联网的良心，就本着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鸣冤，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暴露出来。而这样的帖子，由于这些大量野网站存在，你不好删干净了。有的时候采用关闭服务器的方式，挪到国外，有时候再挪回来。但总而言之，在这些网站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反映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你包括温州，他两个区长犯了一些事情，有一个跑到国外去，一个杀人怎么的。这个消息最开始也是从温州当地的这种维权网站上出现的。所以就说互联网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有的时候不怎么干净，但毕竟是有良知的人在维持着互联网这种信息声誉。在2009年1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天涯网、这个新浪、什么红网有62家网站合作出台了一个叫做反网络公关联盟。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强大的网络公关来让我们屏蔽信息或者公关保护，但是这个事儿对我们互联网的声誉影响极坏，使我们最后没有人相信你互联网新闻，这个行业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所以当时在行业内呢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是我们说这些响应的人未必每一家网站它都干净。现在互联网这种网络公关体现出这么几种趋势，就是一面是网络从业人员呢有良心的人在坚守着这种底线，另外一个方面，网络本身出于利益需要跟一些企业讲和谈判，结成利益同盟，还有的呢公权力，地方政府的公权力在网络上去扩张，通过网管办让你把这个删掉。现在中国整个互联网当中，这些信息的交锋过程当中，就存在我说的从业者的良心和公权力扩张以及企业的利益需求之间交锋打仗。这种交锋打仗最终诞生了大量的这种网络公关公司，形成了黑利链条。但是我相信网络人员他也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社会公开媒体一样，应该有着网络人员从事媒体的这种良心。这方面的交锋，我相信将来应该会有网络媒体在最终在良心这个位置上占上风的那一天，这样使我们打开互联网就能看到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这使我们能够相信互联网，互联网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大的、更积极的变化。我相信那一天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来到。前一段时间呢，有这么一则消息触动了不少人，说一个17岁的孩子还是个高中生，他为了买一台苹果 iPad 电脑呢，居然去卖肾，用卖肾的钱来买肾。那么这几天呢，又传来一个更令我们震惊的消息，有一位名字叫山姆哥的网络拍客他在卖肾基地卧底了15天，把整个发生的事儿都做了清晰的图像记录。那么令我们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这里边卖肾利益链条的这种黑暗，更主要的是这些主动来卖肾年轻人，他们卖肾的目的更加令我们感到震惊。无论怎么说，这卖肾这俩字在很大程度上都刺激了我们的感官神经。
那么肾必定是人身体的一个器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这是我们传统的一种伦理教育。说到了卖肾的程度，在我们一般看来，那你得惨成什么样啊？这一次我刚才说这个叫山姆哥的人通过卧底，他发现了一个令我们特别震惊的事实，就是现在好多卖肾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卖肾的目的是什么？竟然是为了买一台苹果电脑，买一部 iPhone 4手机，为了凑钱买雅马哈摩托车，为了还信用卡上的欠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那么这个山姆哥呢，是在网上发现有一些非法的卖肾的网站，联系肾源。他也看过不少这样的报道，说这个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他在网上看到呢，有的地方联系肾源，就是说你要是想卖肾，他们管这叫供体，你到我们这儿来。他当时就起了这个念头，要看看这个黑色的利益链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今年5月14号早晨9点40，他坐着火车来到杭州。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他在网上呢联系到了杭州一个卖肾基地。到这儿来呢，他假装自己要卖肾，然后联系上之后呢，在杭州火车站，他跟一个网名叫蓝天的人接上头了。这个人呢能有个30多岁，是这个卖肾地方的打工仔。就这么接上头确认身份之后，把他领到了杭州一个叫长木锦园的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的一栋4室1厅的商品房里，他领着山姆哥进这里边了。结果这屋里一开门一股是又骚又臭的味道。一看屋里头整个地上扔着啤酒瓶子，什么饮料瓶子、方便面盒什么的，屋里边一股汗臭的味道。这有3个屋呢，摆着那个上下铺的床，粗粗一算呢，这屋呢能住10来个人。那么这10来个人住的都什么人？到这儿来卖肾。住在这屋里边，一看周围的大多数是90后的孩子，也有一些是80后的，反正就20、30岁，10来岁。人身体就这么一个器官2万到3万5买。那么这个山姆哥在这里边呢，了解到了整个的流程。他外边的线人也给他送进了摄像机之类的，他拍了好多现场的画面。他发现这里头管他们那个人不是个头目，就是个打工仔，每天管他们吃喝拉撒这些事儿，也不怎么限制他们自由。因为来卖肾的说白了都自愿的，但是呢把他们的身份证都收过去，每天伙食次的吓人，一天2顿饭，完早上这帮人也不吃饭，中午白菜土豆，晚上土豆白菜，有时候加点豆腐，说不够调味的老干妈辣酱一炒，天天就吃这个。这会儿的真正头目叫东哥，一个30多岁人，1.7米左右，身上带把弹簧刀，一般礼拜天呢领着大伙儿去费城去或体检去，他才露面。一了解呢，这个蓝天和那东哥他俩过去都卖过肾，一个肾到那头能卖多少钱呢？30万到50万整体费用，去了中间各个环节再给供体这3万5，剩下那些大伙儿都分了。所以这是这么一个黑利益链条。这个链条呢，这个山姆哥在里边呢待了大概也就几天功夫，基本就摸差不多了。那么他更多的时间是什么呢？在屋里边跟这些卖肾的人混在一块儿。可是跟这些一聊天，这山姆哥发现这里边你照理说卖肾，我前面说了，那得惨成什么样呢？那家里一定有过不去的坎儿，吃不上喝不上或者怎么着了。可是他发现这里边没有一个是这种情况的，也就是说他们卖肾的目的都不是活不下去了。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废话，谁不想过2天好日子？可是这孩子普遍觉得吧，干别的活没希望，而且想快点的过上这种好日子。人家有 iPhone 4我也得有，人家有 iPad 我也得有，人家开雅马哈摩托我也得开，而且还不愿意为这个愿望呢辛苦的工作，觉得我干别的活我也挣不着钱，那我不如卖肾来的直接。而且这些孩子无一例外的相信了这些中介的鬼话，说这人呢30岁以前用不着肾，
小年纪不使肾，30岁以后啊才用得着肾，而且一般都用你右边这肾，左边这肾不使。哎，咱这给你这个移植肾呢，就把你右边这用过的肾摘下来，然后你启动没使的给你留着，摘右肾不摘左肾。你这不鬼话吗？等于30岁以前不使肾，那你搁什么过滤？这人，这些孩子都信这个了，觉得这卖肾无所谓啊。而且我这卖完肾，我快速拿出钱，我马上我看人家使的苹果手机，我后头马上弄一个。你看这多好看，这屏啊！就山姆哥在调查过程当中得到的是这样结果，这令他感到无比震惊，全是自觉自愿来的，甚至他们还怕警察把这点端了，要端了我卖肾卖不了了，我挣不着钱了，他害怕这个事。你说这不成了低谈怪论了吗？奇闻了吗？这山姆哥在这里边待了半个月，可真是为这些事感到无比震惊。经过一段时间卧底也摸清楚了，终于他拨110了，警察来了，把这鸟端了，把那叫蓝天的抓起来。那个东哥呢，带着一个已经配好型的人去长沙，警方后来跑到那边把这个什么东哥也抓住了。这个事儿我们听完了，好像是通过卧底大快人心啊，惩恶扬善了。可是我们乐不起来，为什么呢？我们这期关注的不是这个卖肾这黑利益链条，真正令我们感到震惊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孩子在没被生活所迫的情况下，完全不是过不下去了，居然来卖肾了，这是为什么？就这一代人，80后、90后，很多人觉得他们没谱，就是从这个事上看，很多人说你看看这些人这个样子，不疯了吗？我倒觉得研究明白他们为什么呢？咱们得比较一下，比较什么呢？来卖肾这些人呢，纯正的城里出身的不多，好多是农村打工，就是我们说的通俗的新一代农民工，80后、90后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有什么优点呢？比他们的父辈啊更加会维权。你比方说这活脏了累了，给的少我不干。这现在为啥有时候民工荒呢？新一代农民工起来了，不是你这给我这么低钱，我这不给他，强调自己权利。就说新一代农民工更加主张自己权利，更加追求幸福生活的品质。他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吭哧吭哧就挣钱，累点脏点，甚至损害健康也不在乎。新一代农民工很在乎这个，我们听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他主张自己权利，追求幸福生活，这不是种进步吗？不再像父辈那样只知道吃苦，也开始享受生活吗？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天底下没有任何事，只有好的一面，没有负的一面。这个事就会有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过去的60后、70后农民工挣了钱，寄回家里头，寄给农村老家。所以那时候财富呢，等于通过这个呢，城市到农村完成了一次二次分配。好多农村因为寄回来钱，这农村就起来了。可是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呢，我认为寄回家的钱都不多，更多是自己在城市消费了。有的甚至得农村家里头给他们寄钱，满足他们在城里消费。所以这等于事实上呢，农村的财产呢，通过代际转移又转移到城市里了。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身上特别明显，他们想在城市立足，甚至想在这买房子，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所以这就造成什么呢？这些人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在城里呢，往往他的生活呢、工作呢，还达不到这么高的收入，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尖锐的一个矛盾，就他们想融入城里，想过好日子，可他自身的条件、受教育的程度和城里对他接纳的程度都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80后、90后一代农民工，他们有一种很痛苦的思维，怎么办？上不上下不下，回到农村种地都不会种，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里面临的主要矛盾。老一代农民工干不动了，我回家了，回农村了，我有地种地。新一代农民工连地都不会种，只能在城市里待着。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中国新一代农民工的现实。那么在这种条件基础上，偏偏80后、90后的农民工
又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什么时代呢？第一个是独生子女时代，第二个是消费主义，头一个独生子女时代。好多80后、90后农民工也是独生子女，你别看农村出生的。那么独生子女呢，你甭管他小时候家里多穷，就一个孩子，那么家里所有的资源都给他，跟城里的独生子女的这个概念是类似的。那么所有资源都给他，这孩子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哎，我家里我想得到了，我都能得着。那他一旦得不到怎么办？感觉奇耻大辱，暴跳如雷，我受不了了，我非得到不可。所以在这个独生子女时代，往往有些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就觉得没法过。你看跟这事儿类似的，去年有这么一个事儿吗？一个留学生到了机场见到他母亲，他母亲没能及时给他留日本的学费，掏出刀捅他妈9刀。为什么会有这样惨剧呢？独生子女时代，欲望得不到满足，受到奇耻大辱，暴跳如雷。所以独生子女时代往往对欲望的这种渴望程度比我们非独生子女要大得多。所以说这个跟我刚才说卖肾的孩子有联系，想要 iPad 想要 iPhone 得不着，着急急得不行了。所以独生子女时代他对欲望这个东西得不到满足，他简直受不了，这种耐受度比我们要低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赶上了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现在物质世界呢发展的很完善，各种新东西，像我刚才说 iPhone 很多果粉对他们喜欢的不得了。这种典型的消费主义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所谓的追求高品质生活。我身边有好多人说咱得会生活，得会享受，不能光知道挣钱。你比方说我喝点好的红酒，我定期出去旅游，我用 iPad 什么这些高品质的电子产品。其实你光这些能形成高品质生活吗？我觉得高品质生活里边要没有精神世界的话，你很难称得上高品质。所以它才出现了不均衡走路的问题，左腿迈得快，右腿迈得慢，出事了。你像现在我说有的80后孩子20多岁的买好车，我住大房子，你20多岁就好车大房子，你这自己挣那么多钱了吗？所以衍生了无穷无尽的啃老一族。所以我说又赶上那个消费主义时代，很多孩子他自己农村来的，他买不起这个像雅马哈呀 iPad 这些东西，可是身边的城市孩子或者其他某个农村孩子人就有这种攀比心理，越把贫穷当作一种耻辱。所以我说独生子女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形成了这些人对消费主义畸形的一种愿望，达不成怎么办？干脆我卖肾去吧。我倒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这黑利益链条斩断。我们现在无法根治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独生子女时代给这些人带来的不健康不健全的一些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只能通过来斩断这个利益链条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孩子。就像这个山姆哥卧底这15天一样，他没有办法劝说这些自愿来卖肾的孩子你们回去，那他好报警，最后警方端着窝点把这些孩子救死。那么最后咱还得跟大伙说有的人看移植肾也没事，是不是这些孩子卖肾就没事呢？跟大伙说不带，卖肾倒不致命，可是你想一想，人是2个肾，你卖了一个，也就是说2个肾干的活该1个肾干，他的负担肯定重吧。再者说开这一刀，开刀就是伤元气，手术本身就有风险，那个人身体2个肾的活1个肾干，本身就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个你能活着和你活的质量高，那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中国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乃孝之始也。有时候说为了救死扶伤再捐献，那也是首先立足在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基础上。可能我牺牲的呢不是我的命，但是呢捐献器官毫无意外的对你的健康肯定会有一定的损害。所以这是牺牲小我为了大我，成全大家，但不等于你这不牺牲一点事没有，我随便，不是那个概念。所以咱们倡导这种大公无私热情捐献的同时，必须要把这种捐献本身
一些可能的后果跟大家说清楚了，这也是对于每一个捐献人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这是真真正正的以人为本。